注意一看，在路边摸鱼的阿 Sa 突然被一阵急速的油门给惊醒，恍惚间看见一辆黄色的跑车低空飞过。面对如此嚣张的行为，阿 Sa 立刻发动道奇充电器跟了上去。可此时的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只是他今晚噩梦的开始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车门已焊死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萨布尔正在全力追击刚才一闪而过的黄色跑车，虽然前方车流密集，但他还是一眼就发现了老哥在这个路口换了一条高速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并没有提前打开氛围灯。可也正是因为没有开氛围灯，在这个路口时受到了 NPC 的阻挠，被右侧车辆架住许久都没能超过。虽然阿 Sa 的 GPS 暂时出现的问题，并没能显示时速，但就地面的虚线来看，借助这个下坡，他的车速已经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车速不开灯已经不符合阿肯色州的规定，但想要跟上老哥，也只有这样拼一把才有可能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的一对尾灯吸引了阿 Sa 的注意，在他的车速下，其他的尾灯都在后退，唯独这辆车始终难以靠近，直到前车路口减速，他才趁机跟了上来。显眼的黄色车身加上极具辨识度的尾灯，这不就是1分钟前低空飞过的老哥吗？眼看匹配成功，阿 Sa 立刻打开氛围灯，可面对前方2辆慢车挡道，阿 Sa 贴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警告，老哥却是一脚油门从右侧超车，直接将阿 Sa 拉爆。虽然老哥不会停车，阿 Sa 对此早有预料，但仅仅一波操作就险些被甩掉，这让阿 Sa 顿感不妙。因为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号称道奇充电器最严厉的父亲，在赛道上是劲敌，在市场中更是宿敌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福特野马 GT， 它搭载 5.0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80，100公里提速仅于3.9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50公里每小时。哪怕道奇充电器有着直线杀气的外号，此刻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哥的尾灯在黑夜之中渐行渐远。或许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低头确认了一下自己225公里的时速，又看了一眼已经和 NPC 混为一体的老哥，难道身经百战的 ASP 在老哥手上都走不过1个回合吗？随着前方车流量增多，阿 Sa 氛围灯的 buff 加持开始体现了出来，加上他本就不俗的车技，居然在老哥尾灯消失的瞬间观察到了他的去向。这种细节往往就是吹响反攻的号角，这无疑给失落的阿 Sa 打了一剂强心针。可仅仅只是瞬间，阿 Sa 的心便再次跌入谷底。虽然距离很远，但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已经是黄灯，老哥几乎是卡在最后1秒通过了路口。当阿 Sa 经过时变红灯了不说，还有一位 NPC 蠢蠢欲动，哪怕有着氛围灯的加持，阿 Sa 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通过。这一波减速之后，便被大幅度拉开距离，彻底看不见尾灯。别看只是下个高速再回到高速，老哥的这一招用的着实巧妙。在下高速的时候，如果阿 Sa 没能跟上，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回来；如果跟上了，就可以利用路口的红灯让阿 Sa 减速。倘若是绿灯，也不会有什么实际亏损。不过虽说这一招的容错率极高，但能用得如此完美，想必这位老哥的实力并不简单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如此实力放在阿肯色州也是凤毛麟角。而被老哥摆了一道之后，阿 Sa 是争分夺秒，但依旧毫无收获，只能请求队友帮忙寻找。没有想到堂堂 ASP 居然被老哥一招甩掉。正所谓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逼队友一把。在彻底跟丢之后，这位名叫穆尔达瑟也不做过多的纠缠，关掉氛围灯，将老哥的车辆信息报给了总台，剩下的事情让队友去干，他自己则找了一条最近的路下班。面对这种追不上的老哥，他早已习以为常。换个角度想想，虽然没有抓到老哥，但好歹也体验了一把公费飙车。要说这心态是真不错，可命运却仿佛像是故意捉弄他一般。当阿 Sa 向前开了半个小时，准备下高速回家时，右侧有一辆车快速通过。由于被这辆红色的皮卡遮挡住了视线，所以阿 Sa 并没有在意。但此时从我们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正是一辆黄色的野马。而刚才余光一瞥，也让阿 Sa 发现了一点异常。没办法，怪就只能怪老哥这辆车实在过于显眼。虽然地点不同，但同一个晚上遇见同样颜色的野马2次，这个概率只怕是并不大。好家伙，不会真有这么巧吧？你俩该不会住一个小区吧？换做其他人，阿 Sa 可能不想再追了。但面对这位老哥，阿 Sa 还是想把场子给找回来。而与此同时，老哥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阿 Sa。虽然他并不知道刚才摆脱的就是这辆道奇充电器，但对自己刚才所干的事儿还是心知肚明的。所以哪怕阿 Sa 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氛围灯，他也没有任何想要演戏的意思。在转过弯后，更是第一时间发动技能，关掉了全车车灯，化身为黑夜战神。两人就这样戏剧性的开启了2番战。眼瞅着就快到家的阿 Sa 现在又一次跟着老哥上了高速。注意观察的小伙伴已经发现，他修好了左下角的时速表，倒是要看看这老哥究竟能跑多快。而这一次虽说两人起步的时间并没有差上多少，可才刚上高速，老哥便凭借强悍的动力和熄灯神技消失在了黑夜里。难不成2番战也要被一招制敌？不，虽然看不见，但阿 Sa 知道这么短的时间，老哥不可能领先他多少。想要战胜老哥，就必须先打败自己败过一次的行风。前方异常闪烁的尾灯印证了阿 Sa 的想法。老哥这种熄灯的跑法，虽然能给阿 Sa 的追捕造成不小的麻烦，但在这种没有路灯的高速路上，自然
也无法跑出他全部的速度来，这样一来就弥补了阿瑟动力较弱的不足。随着阿瑟将车速始终保持在了200公里左右，两人的差距也逐渐稳定了下来。相比较第一个回合的无力感，这让阿瑟信心大增。今天运气这么好，能够遇见2次老哥，并且在他的输出下稳住了阵脚，想没开2度是不可能了。看来老哥注定要栽在他手上。果然没跑多远，阿瑟便再次发现了老哥的踪迹。虽然依旧是熄灯状态，和黑夜融为了一体，但却逃不过阿瑟的鹰眼。就这个距离来看，他才落后了不到300米，拿下老哥是指日可待。一想到这里，阿瑟便再次加快了车速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驾驶的居然是一辆不限速的道奇充电器。虽然没坚持多久，但刚才的最高车速一度达到了240公里每小时。在这样的强压之下，他已经从5星达到了5星巅峰的境界。可让阿瑟觉得意外的是，如此快的车速，他已然拼尽了全力，可却勉强只能保证不跟丢，根本缩短不了半点距离。就这还是在老哥不开灯的情况下，殊不知老哥内心也是极为震惊。他并不知道自己2次遇见的是同一位阿瑟，但在他看来，这第2位阿瑟明显要强上不少。明明熄灯高速行驶了如此之久，这位阿瑟居然还能紧咬不放，甚至在上了这个匝道之后，距离已经肉眼可见。这阿肯色州果真是卧虎藏龙之地，若是再不拿出真实实力，只怕今天都有可能交代在这里。于是才刚转过弯的阿瑟便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，老哥所处的地方一片漆黑，但他的车速早就已经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。如果说前面他熄灯行驶是借助了 NPC 的光，那在这片没什么车流的路上，他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在走。不仅如此，雷达显示最后的这波加速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超过了250公里每小时。尽管阿瑟并不愿意在同一天被同一位老哥梅开2度，他沿着这条路又自顾自地行驶了3分多钟。但自刚才的那波加速后，老哥的尾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没有想到老哥的第2次出现，让原本选择放自己一马的阿瑟又逼了自己一把，现在变成了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老哥没抓着，下班的距离还变得越来越远。早知道是这种结局，刚才还不如直接回家。好了，随着老哥又一次消失不见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